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6季第25集。这集主要讲班德成为宇宙之神的故事。星际快递公司里，弗赖、班德以及小胖正在玩真人体感游戏。小胖发出指令，弗赖克司机、班德344 Follow Me， 三人左右开弓，直接攻到了敌人内部。似乎双方是交战老手了。嘿，兄弟，咋又是你们？哦，蠢货们又见面了。招呼打了，还是进入正题吧。弹弓就位。但是千算万算没算到，班德竟然是只猪队友。第一局游戏以失败结束，小胖把失败的原因全归咎于班德，班德自己也无可否认。我的电路都已经过时12年了，我已经 out 了。弗赖继续补刀，好吧，我承认自己是个废物，但你现在连废物都不如。但是你有遇到过用10年还不卡的手机吗？这不能怪班德。为了提高班德的运行速度，小胖决定给班德超频，简单来说就是提升他的 CPU 性能。班德惊叹：超频是要为我的屁股再加个垫子吗？班德双脚分开，躺上手术室，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痔疮切割手术。小胖一手神操作，实力验证好基因对孩子有多重要。这时莉拉来找弗赖谈心，这场分分合合的恋爱总让他感到不安。他和弗赖来到阳台，亲爱的，你有想过我们之间的未来吗？弗赖坚定地回答：那当然，尽管现在我没房没车没存款，脑子还不太灵光，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啊。除了心，然后呢？一直不结婚吗？弗赖回答：自由自在的谈恋爱不好吗？非要跳进爱情的坟墓。哦，弗赖，你不懂女人一到28、9的危机感。是的，女人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动物，她们终其一生所寻找的也不过是那个能给她安全感的男人。实验室这边，小胖进展顺利，班德手术成功，换过主机就是带感。现在他反应迅速，玩游戏更是不在话下。由于这次外台开挂，第2局游戏进行得非常顺利，3、5、2下，游戏 game over。殊不知敌人正是老妈地主家的3个傻儿子。妈咪，有人开外挂打败了你的小可爱们。What？ 除了我，没人能教育我的孩子。来，我来看看是哪家的狗崽子。于是老妈启动远程追踪，很快就找到了肇事方。傻儿子们不解，居然是这只报废机器人，过时那么久了，怎么玩游戏还那么带感？然而监控画面里的2个大傻子说出了真相，老妈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换了主机啊。但小胖不知私自整改机器人，违反了老妈集团的机器人协议，于是小胖吃上了官司。警察来到星际快递公司，你违反了老妈集团的用户协议，简单来说就是你被告了。老来得子不容易，教授立即出来护崽，在我的地盘吵吵什么？警察回答，这么说你就是孩子的监护人了。没错，是我了。警察称教授作为小胖的合法监护人，控告对他也有效，所以父子2人一同收监。监狱里，教授开启育儿模式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？小胖回答，那你也没给我说换主机也违法啊，你难道不会看使用说明？面对如此指责，小胖更加委屈了。班德都用这么久了，哪里还有使用说明？这个原来教授当初为了让班德弄完吸管，就匆忙乱点了一个协议，这就导致了后来就算私自整改班德主机，班德也不会弹出违规提示。细细想来，这还真不怪小胖。教授哀嚎道，哦，孩子，是为父害了你呀。小胖回答，我也没想到改自家机器人也违法。父子2人抱头痛哭。老妈集团这边，老妈正在为自己即将干掉教授这个劲敌而倍感欣慰。不仅如此，老妈还要班德恢复出厂设置。她对傻儿子们说，不能让大家知道，只要换了机器人主机就可以恢复机器性能，要不然我们这句推出的新款就 GG 了。于是老妈派出飞鱼杀手，并下达指令，把班德的人头给我带回来。星际快递公司这边，班德又有了重大发现，伙计们，我发现我还有个额外的处理器，它就藏在我的小隔间里。换主机只是个开始，一旦我激活了这个处理器，怎么形容呢？爱因斯坦，你个蠢货！果然，一顿操作之后，班德再次升级，他惊呼道：“哦，傻蛋们，我从来没有这种身在知识顶端的感觉。”接着，班德开始猛翻书，一目10行算什么？一眼之本才是真本事。由于芯片运行过快，他不得不用水降温。看着眼前的班德，弗莱不禁怀念起以前那个傻傻的班德。就算那时候他不太聪明，反应也有些迟钝，但至少他和班德还有共同话题。可能对于不太聪明的人来说，找到那个和自己一般的猪队友，比结识一大群见识远大的大神更加珍贵。因为不管是处于何种关系，找到那个有共同语言的人，相处起来才会身心愉悦吧。班德自从开了外挂，可以说是无所不能，就连约翰被风扇砸，且老妈会派人来对付自己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既然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那肯定是有备无患。等到飞鱼杀手来时，班德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决了他们。而在飞鱼杀手那里，他得到了更多的处理器。他惊呼道：“有了这些处理器，我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机器人。”尽管如此，班德也同样摆脱不了老妈集团的追杀。眼下，班德必须找个藏身之地。几天后，针对班德主机事件，法院开庭。老妈的律师先说状告词：“法官大人，这个可怜的女人靠着微薄的收入，孤身养大了3个孩子，但是这个胖小孩私自改装了他的产品，践踏了他所剩无几的尊严。”陪审团表示赞同，老妈以博同情手段占据上风。对此，法官让班德出庭受审，教授却表示他并不知道班德的去向。法官认为他们这是在蔑视法庭，于是判星际快递公司每天罚款1万美元，直到班德现身为止。
赫米斯惊呼道：“照这个速度，公司将在4天内倒闭。”回到星际快递公司，大伙一筹莫展。此时，约翰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他提议可以把公司改装成音乐厅，以此赚取暴利，维持公司的开销。大伙对这个想法表示赞同，唯独莉拉表示行不通。同时，莉拉决定为了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她决定试着去开始新生活。这也就代表着弗莱即将失恋。尽管弗莱做了无力的挽留，但依然没有动摇莉拉离开的决心。对于莉拉来说，也许留在原地徘徊比走向未来更可怕，因为未来也许还有期待，但停滞不前只会让她所剩无几的青春一点一点消失殆尽。老话说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而如今的弗莱就像个断了手脚裸奔的怪物。弗莱独自走到小桥上，准备回忆一下他这糟糕的人生。他从桥上摔了下来，弗莱进了医院，但是只有兰迪来看他，这还算是个认识的人吧。谈话间，兰迪提醒了弗莱，要想运行那么多处理器，那得必须找个散热好的地方呀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弗莱来到了大瀑布水力发电站，并花巨资买了一个水桶。好在钱没有打水漂，一阵水上过山车后，弗莱成功找到班德。原来班德利用那些处理器直接黑进了自己的系统，整个宇宙都是班德的进程器。如今的班德超然于世界之外，只要打个嗝，一个新星系就会诞生。弗莱对此不以为然，他与班德说起了他糟糕的现状，班德却表示干我屁事，你那些小小的烦恼根本不配我出马。可是兰迪说 What， 你居然又和他玩了。班德非常生气，弗莱央求道，如果你真可以预言的话，那就帮我吧。而班德告诉弗莱，有些事情注定会失败，预言并不能篡改事实，所以小胖的官司失败是必然。至于莉拉，一切已经太晚。弗莱失望离开，回到法庭，教授的律师还在为教授争取最后的机会。他说，法官大人，如果班德能出场，证明我的委托人没有任何恶意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弗莱走了进来，告诉大家班德不会来了，所以没人能证明小胖的清白。小胖听后伤心痛哭，既然官司打不赢，那就来关心一下前女友吧。弗莱在艾米那儿打听到，莉拉在一家离地球很远的房地产公司上班。话还没说完，班德乍现。班德宣布，我是回来作证的。顿时，大家仿佛看见了顺利的曙光。弗莱激动地说，我就知道班德还是关心我们的，但作证环节已经结束，终归还是迟了一步。而如今的班德整容小聚，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。班德立即指出，小胖还是未成年人，所以陪审团不会给小胖定罪。见势不对，老妈让律师立即对小胖撤诉。好吧，不判小胖，那就判决教授吧。班德立即反驳，小胖是教授的克隆体，在法律上他们属于一个人，小胖无罪则等同于教授无罪。不信你可以翻一翻书。结果书上还真有那么一条。于是法官宣布，教授的控告也撤销，该案子就此结束。而这一切不过是班德早料到的结果。而同样，班德也知道，一旦他出庭作证，就会被老妈抓住，他的奇幻生涯也将就此了结。班德被抓走，走之前，弗莱还不忘问他和莉拉之间到底结果会怎样。但是班德没时间说那么多了。班德恢复出厂设置，星际快递公司终于又躲过了一场劫难。弗莱正在对班德进行访谈，而就在这时，莉拉也回来了。莉拉称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大单，但他却一直记挂着星际快递公司的一切，还有弗莱。不过他还是非常想要知道他和弗莱的未来。弗莱告诉他太迟了，班德又变回从前那个笨笨的他了。笨？说谁笨呢？记不住还不知道提前记下来吗？原来班德在重启前就将这些未来的答案记了下来。他找出来关于莉拉弗莱的那一份，二人接过这份答案一起看了起来。他们一会儿欢喜，一会儿悲伤，一会儿互扇耳光，一会儿悔恨懊恼。但看这样子，结局应该还不错吧？因为小胖一次无意的整改，班德体会了一把做王者的感觉，而王者的背后不过是置身于大水库之下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这让我想到了古代时的君王，他们总以孤自称。这个孤既有高处不胜寒之意，也有孤家寡人之名。但坐拥天下又如何？无非终日谈论着朝纲政事，担忧着藩邦叛乱，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谋朝篡位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回头看看这帝王的一生，却不过是一朝繁华一朝尽，落花流水各自伤。班德最后不顾一切去救教授，我想缘由也大致如此。高处风景虽好，但哪比得过笙歌美酒夜光杯，对饮三人烟火间。再来说莉拉，她在爱与不爱之间徘徊，不停地追问与弗莱的未来，但哪有什么一眼就望穿的未来和一天就决定的爱人？与其患得患失，不如活在当下。缘分天注定，半点不由人。毕竟爱情的美好就在于，你就算看清了眼前这个人的缺点，但你依旧还愿意与他共享此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